在美国蒙大拿州的一处偏远森林里，一位年过70的老妇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偶然的事件，她救下了4只刚刚失去母亲的小熊幼崽。4年之后，这几只熊重新回到老妇人的身边。意料之外的举动让所有人都泪流不止。玛格丽特·索恩是一名独自生活的七旬老人。一天，他正在享用早餐时，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了宁静的早晨。回响在浓密的松树林中，玛格丽特被这突然的声响吓得手一抖。精致的茶具掉落在了几经磨损的门廊上，碎成了几块。他的心砰砰直跳，努力眯起眼睛，在薄雾中寻找声音的来源。当他看到接下来的一幕时，惊恐涌上心头。4只巨大的黑熊正快速冲过他的前院，它们那强壮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奔来。更让人震惊的是，它们并不是在逃避什么，而是直直朝着他的门廊跑来。玛格丽特在荒野生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熊如此举动。随着熊的接近，他的求生本能终于被唤醒。他转身想逃回小屋，却不幸被松动的地板绊倒，跌倒在地，疼痛传来，臀部撞上了门廊的扶手。他无助而恐惧地望着越来越近的熊群。最大的那只熊，一只毛色红褐的熊，最先冲上了门廊。它用前腿支撑着身体，直立起来，竟有7尺高，发出一声震天的咆哮。玛格丽特心如死灰，眼泪夺眶而出，以为这就是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死亡的攻击并没有降临，相反，他感到一种温暖而柔和的力量，轻轻压在他伸出的手上。当他的眼睛睁开时，难以置信地发现，那只巨大的熊并没有攻击他，反而温柔地依偎在他的手掌上。随着他目瞪口呆地凝视着，重新找回了一丝理智。那红褐色的毛发，那双聪慧的眼睛，这不就是他当初救助的小鲁西吗？他轻声呼唤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种熟悉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让玛格丽特感动得泪流满面。随着另外3只熊也涌上了门廊，每只熊都表现出同样的温柔。我的天哪，他喘息道，你们都回来了。此时4只成年黑熊围绕着他，表现出无比的亲昵。这一刻让他明白，他生命中最非凡的篇章才刚刚开始。4年前，68岁的玛格丽特过着安静而平淡的生活，在偏远的小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那时她刚失去丈夫，心中充满孤独。那天早晨，她的生活开始如常，直到她听到微弱的哭声。循着声音走去，玛格丽特在她的后院发现了4只小熊崽，蜷缩在荆棘丛中，它们的母亲不见踪影。熊崽们虚弱得几乎无法生存。玛格丽特深知干预野生动物的危险，但看着那些无助的小生命，她下定决心要求助这些小熊，无法就这样离去。接下来的几周里，玛格丽特的小屋化身为小熊的临时庇护所。她给这4只熊崽起了名字：露西、午夜、蜜糖和小爪子。每只熊都有独特的性格，迅速俘获了她的心。她熬夜给它们喂奶，悉心照料它们的每一个需求。尽管她知道自己不能永远留住它们，但她下定决心要给它们一个生存的机会。随着熊崽们逐渐强壮起来，玛格丽特决定联系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当那些人将熊崽带走的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目送运输车离开，她心中充满了深深的失落，唯有希望寄托在他们能够在野外重新获得生存的机会上。接下来的几年里，玛格丽特全心投入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她在学校做讲座，
志愿服务于动物收容所，并撰写充满热情的文章，呼吁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尽管如此，他从未忘记那4只小熊，常常想起它们的下落。一开始的震惊过去后，玛格丽特心中的科学好奇心开始占据主导。她密切观察着这些熊，注意到它们在她的小屋周围如何互动。它们的行为超乎寻常，它们似乎记得小屋的布局，兴奋地探索着熟悉的地方。最大的鲁西总是靠近玛格丽特，偶尔用巨大的头撞撞她的手，似乎在怀念过去的熊仔生活。午夜，性格内向的他始终在门廊边警惕地观察，蜜糖则忙着探索花盆，而小爪子的爪印则在门廊上留下一串串印记。在这个意外的重聚中，玛格丽特的心情五味杂陈。她知道这些熊仍然是野生动物，虽然它们和她有着共同的过去，但依然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如果消息传出这些熊频繁出入她的家，可能会导致它们被认为是威胁，甚至被处决。怀着沉重的心情，玛格丽特意识到，她需要鼓励这些熊离开。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她轻声对4只熊说道，但是你们不能留在这里，但这里不再是你们的家了。玛格丽特用温柔却坚定的声音说道，似乎听懂了她的话。鲁西转过身，低声咕哝着，其他的熊则焦躁不安，目光紧紧锁定着玛格丽特。他缓慢而小心地走到门廊的边缘，伸手将悬挂在屋檐下的鸟食器卸下。熊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动作。玛格丽特走到树木边，把鸟食器挂在一根低矮的树枝上。好了，给你们准备了点小零食，他一边说，一边努力抑制住眼中的泪水。但是你们需要回到属于你们的森林里。过了一会儿，熊们没有动静，他们先是看着玛格丽特，然后又看向鸟食器，再次回望她。玛格丽特屏住呼吸，心中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鲁西慢慢走向鸟食器，站起身来，用意想不到的灵活性将它从树枝上卸下。玛格丽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只巨大的熊把鸟食器带回了门廊。然而，鲁西并没有停下。令玛格丽特更加惊讶的是，熊开始有条不紊地拆卸鸟食器，它那强壮的爪子轻松地撕扯着塑料和金属部件。其他的熊围了过来，聚精会神地观看。玛格丽特震惊地意识到，他们并不是为了好玩或者觅食在拆鸟食器。几分钟后，蜜糖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根从鸟食器上拆下的长金属棒，朝着附近一根高树枝的方向走去。他经过几次尝试，终于成功地将一块藏在树巢中的蜂蜜棒取了下来，掉落在地面上。碰撞的瞬间打开，蜜蜂愤怒地围着这个地方飞舞，等待在安全的距离观望。蜜蜂很快散去，熊们立即冲上前享用蜜糖。玛格丽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竟然使用了工具。这种概念，它只与灵长类动物和少数鸟类相联系。它们不仅记得它，而且显然发展出了超出它对这种物种认知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看着熊们分享他们的战利品，科学家的思维开始狂飙。这不仅仅是一次非凡的重聚，更可能对我们理解动物智力和行为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即便兴奋涌动，玛格丽特心中也充满了恐惧。这样的推理能力意味着什么？熊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而他又该如何在这个常常把野生动物视为麻烦甚至威胁的世界中保护它们？就在他沉浸在思考中时，耳边传来了新的声音，让他感到一阵寒意。他听到了逐渐逼近的车辆特有的轰鸣声。玛格丽特意识到这是什么声音，
那是当地巡逻队员的旧皮卡，后面可能还跟着其他的猎人。邻居们一定听说了熊出没的事，他的心里开始慌乱。如果猎人们发现这些熊在这里表现得如此不寻常，那后果不堪设想。他必须快速行动。你们得走，他急切地催促着熊，声音中透出紧张的恐惧。然而，熊们仍然专注于享用蜜糖，似乎没有意识到事情的紧迫性。玛格丽特的心里充满焦虑，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安全的重要性呢？在一瞬间，他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匆忙返回小屋。几分钟后，她拿着一只老旧的器皿器走了出来，那是她丈夫当年划船时留下的遗物。怀着默默的祈祷，她举起器皿器，按下了按钮，刺耳的声音在宁静的早晨空气中响起。熊们瞬间警觉，吓得一惊。玛格丽特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被信任取代，但她知道这是必须的。快走！她挥舞着双臂大喊：“快出去！”这一次，熊们终于反应过来，惊人的速度朝树边移动。鲁西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她在林边停下，回头与玛格丽特对视了一眼。在那一刻，玛格丽特似乎在她深棕色的眼睛中看到了理解，甚至是感激。然后，伴随着一闪而过的红褐色毛发，她消失在森林中。玛格丽特几乎没有时间喘息，汉克的卡车便出现在视野中，扬起一阵尘土，轰隆隆地驶下他的长车道，紧随其后还有3辆车。汉克，一个50多岁、留着浓密胡须、总是戴着伪装帽的壮汉，第一个下车。他的步枪已经在手中，四处扫视着。玛格丽特抬起头，挺直了身子，准备面对这支狩猎队。玛格丽特，你还好吗？他问。我们听说有熊出没。我很好，汉克，他镇定自若地回答，声音却是他自己也感到不太真实。有几只熊，但它们已经离开了，没必要大惊小怪。汉克显然对错过这一盛事感到失望。你确定吗？他问道。我刚看到4只熊朝这边跑。哦，我非常确定，玛格丽特坚定地回答。你知道，谣言总是会夸大其词。只有1只熊，它比我还害怕，看到我就跑了。他能看到汉克眼中的怀疑，但多年的社区生活使玛格丽特在当地树立了理智冷静的声誉。在经过几次提问后，汉克和他的同伴们也只得不情愿地收起装备，返回了家中。当发动机的声音逐渐远去，玛格丽特瘫坐在门廊的台阶上，腿因为松了一口气而变得无力。她暂时保护了她的熊们，但她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今天早上的一切带来了比她预期更多的问题。这些熊是如何发展出如此先进的问题解决能力的？它们为什么在经过这么久后重新找上它？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在一个可能不理解或欣赏它们非凡本质的世界中保护它们？随着太阳在空中逐渐升高，玛格丽特·桑德斯意识到，她在荒野边缘的安静生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这个曾经救助过4只熊仔的女人，现在正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保护这4只聪慧而非凡的成年熊，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我们对动物认知的理解。深吸一口气，玛格丽特站了起来，她的决心愈加坚定。她有很多事情要去做，进行研究，联系当局，制定计划。她清楚，熊的归来不仅仅是一次感人的重聚，而是一次科学之旅的开始。这可能会改变一切。当她转身回到小屋时，玛格丽特注意到门廊的角落有一个完美的松果，那是之前没有的。她微微一笑，捡起松果，手指轻轻抚摸着它粗糙的鳞片。那么，我的宝贝们，她低声自言自语，
面对静谧的森林。我想这意味着我们还会再见面。说完，玛格丽特走进小屋，准备踏上她一生中最非凡的冒险，挑战我们对野生动物智慧、情感能力以及物种之间深厚联系的所有认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熊的非凡来访让玛格丽特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她的餐桌上堆满了科学期刊和野生生物学的教科书，她与科学界的旧识取得联系，巧妙地将她的观察结果框架化为假设场景，以避免引起怀疑。但她清楚，单靠间接的叙述和理论讨论远远不够，她需要确凿的证据。因此，玛格丽特怀着期待与忐忑的心情，在她的财产周围设置了一系列野生动物摄影机。几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想象了这场遭遇，是否孤独与悲伤最终对她的老态造成了影响。但就在一个寒冷的秋晨，和她第一次找到那几只幼崽时的那个早晨一模一样。耐心的等待终于得到了回报，摄影机拍下的画面将震动科学界。熊们回来了，这次的行为更令人震惊。视频显示，他们参与了复杂的问题解决任务，甚至用树枝挖掘昆虫，这是在野生熊中偶尔观察到的行为。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玛格丽特目瞪口呆。他们修改了工具，鲁西被拍到小心翼翼地剥去树枝上的树皮，制作出更光滑的挖掘工具。蜜糖发现，通过在一根木头下楔入一块扁平的石头，它可以更轻松地获取昆虫。最引人注目的是，熊们表现出了明显的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一段视频中，叶木与鲁西一起合作移动一块沉重的石头，揭示了一个土拨鼠的巢穴。它们轮流守护着洞口，另一只则在觅食，展现了这种在非灵长类动物中少见的协调能力。玛格丽特看着这些录像，内心充满复杂的情绪。熊们的智慧远超他对他们的想象，但伴随这一知识而来的责任也压在了他的肩头。如果在他能够确保熊的安全之前就泄露了这些信息，那将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危险。因此，出于对他的特殊饲养者的理解和保护，玛格丽特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联系了伊莲娜·鲁德博士，一位享誉全球的野生动物生物学家，以其在动物认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如果有人能帮助玛格丽特理解她所看到的，并帮助保护这些熊，那就是她。当伊莲娜1周后抵达玛格丽特的家时，她的怀疑让她显得有些怀疑。但在观看了录像后，玛格丽特的发现令她完全信服。这真是前所未见，她惊呼，目不转睛地盯着鲁西用一根尖锐的树枝制作粗糙长矛的画面。如果这是真的，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类智力的理解，它可能会完全改变我们对动物认知的看法。我知道，玛格丽特严肃地点头，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伊莲娜。我需要你的帮助来研究它们，理解发生了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你帮助我保护它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玛格丽特的家变成了一个隐秘的研究站。伊莲娜带来了一个小型的可信赖团队，每个人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他们设置了更先进的监测设备，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来测试熊的认知能力。结果令人震惊，熊展现出的工具使用能力、问题解决技巧和社会合作能力，远远超出了以往对这个物种的观察。它们表现出自我意识、情感智力，甚至在彼此之间有基本的符号交流。当这些发现的消息在科学圈中逐步传播时，引发了一场动物智慧观念的革命。玛格丽特发现自己身处于人类与动物关系的范式转变的核心，
岁月流逝，玛格丽特已经接近70岁。在一个温暖的夏夜，她坐在露台上，伊莲娜作为她的同事和挚友，注视着4只熊。尽管它们已经年长，但依旧非凡，悠闲地在空地边觅食。你曾想过会变成这样吗？伊莲娜问，声音中流露出几分惊讶。尽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研究，玛格丽特轻声笑了笑。哪怕在我最荒谬的梦中都没想到，当我找到那4只小熊时，我只想给他们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回来，改变一切，仿佛是应和。他的目光穿过空地，与鲁西的目光相遇。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在他深邃的眼神中看到了理解，也许还有一丝感激。玛格丽特深吸了一口气，她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拯救4只熊仔，更是开启了一段影响深远的旅程，重新塑造我们对动物王国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促成了不同物种之间的联系，暗示着共生与相互理解的新可能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与野生动物的不期而遇，改变了你对生活的看法？你会像玛格丽特那样，有勇气去照顾被遗弃的小熊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故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可以点赞、分享，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见。